黑松露悟空其实它开发时间从它出现到上市，其实不到5年时间，为什么会讨论度这么高？是因为在华人圈的游戏很少有这样子规模，每一个游戏后面都会有一个故事，对不对？它其实就是说，我今天悟空在取完就是取西经结束之后，他只是想要回花果山做他的猴大王就好了，就是养老放心中，然后他觉得他就是能力那么强，你不当神，不给我们管，会出一些问题。这就是游戏的一开始。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制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嘉露。在最近，不管有没有玩游戏不晓得大家有没有都听到这个黑神话悟空的相关讨论。这是由中国制作的所谓3A 游戏。那最近讨论的话题很多，包含它的一些技术层面还有它带动的一些产业发展还有甚至很多人都在问说，为什么台湾没有办法做出像这样的一个大规模大制作的游戏？那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对游戏相当不熟也真的没有什么在玩，可是又很好奇，我觉得这中间背后的可以讨论题目其实相当多。那我觉得我们今天要展开一场就是跨界的对谈，这样子邀请的是3C 达人阿辉，阿辉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所以大家都是叫你阿辉嘛？都叫我阿辉。对，那你自己最主要专注在研究的题目有哪些？其实还是大家比较熟悉，我还是就是做像是手机开箱评测，然后像电脑评测之类的。游戏主要是个人兴趣啦。那当然就是跟女友或者说家人就是说，就是我玩游戏就是为了工作。这真是为了工作。但是我是觉得这是蛮不错啊，主持人也可以玩游戏，可以，绝对可以入门的。我推荐从魂类游戏开始。等你刚我们有稍微讲一下，就是魂类，魂就是灵魂的魂灵魂的魂你看，这真的要先确认过，因为我以为是就是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其实以前大部分我们分游戏会有分什么角色扮演或者说动作游戏，像动作游戏可能就有分 2D 3D， 像大家熟悉的马里奥兄弟就有 3D 2D 嘛。那 RPG 可能就是像最终幻想角色扮演的那个，对，像太空战士嘛，台湾叫太空战士，然后勇者斗恶龙。那近代是因为有一些游戏的类型它算是破圈了，或者是自成一格，那就会有像我们说魂类游戏是宫崎英高的，像以前的恶魔灵魂之类的作品带出来的。那后来就变成这样子类型可能就高难度，然后需要玩家自己锻炼，它变成是一个游戏的类型。像恶魔城的类型游戏也是，就是通常有些游戏它太有名了，那类玩法就我们拿来说是这类游戏的一个代表。那最近黑神话悟空因为它的难度的确比较高，那所以也有人在讨论它算不算是算不算像是这样子魂类游戏？到底什么叫做魂类啊？魂类其实它通常就是我刚刚说，第一个它是算是我们游戏的知名制作人宫崎英高的这类游戏，他们一开始做出来的，难度真的是超级高。所以魂类的游戏意思就是它难度很高，难度很高。相比于过去我们可能动作冒险游戏、动作游戏，你练等级的，我们以前是说练等级越高，你打怪越轻松。更多它还是在你自己的锻炼，你要去观察王怪物的一些动作习惯，然后进一步去找出新的自己的打法，然后让自己的技术更精致或者是更精进这样子。你真的玩到我想说打一个王死个几十次小意思啊。那怎么会大家会这么投入？不会觉得我死了好多次，然后过不了关，我就觉得放弃算了？其实这个蛮有趣的，因为一开始的确那个魂类游戏在市场上不是这么受欢迎，因为它难度真的太高了，入门难度非常高。你可以想象我没有在里面办法达到我的自我成就感什么之类的。其实这就是这样子就是你通常你打完这些怪物比较强怪头目之后，其实更多你技术进步了，你自己的成就感会非常高。就是你可能死了几十次、几百次，那你可能就获得那成就感反而更高。更多就是其实这游戏是挑战自己玩家自己的一个算是一个可能性吧。所以其实有时候我跟他们来聊才说如果你今天你另一半你男朋友老公比较玩游戏你就跟他说玩魂类游戏很好啊，玩魂类游戏死一次就帮我洗一次碗，然后我觉得你很快你这辈子都不用再洗碗。所以大家真的投入喜欢在这个领域里面，你是一个小众嘛？你刚刚讲我觉得越来越多，像现在的黑神话悟空它可能都是一个100万级、1000万级销售量的游戏。对，那我还是要这样说，它不是一个大众每个人都会喜欢的游戏。你可能更多像是 Switch 的游戏，很多是 Switch 游戏，我就知道合家都能接受。对，那个我可以。对，例如像是如果说马里奥系列每一座应该是小朋友大人都可以玩，不管是2D 的马里奥兄弟，然后3D 的奥德赛，甚至像说如果要
互动多一点的，包含什么武力全开啊，那个我们家有，健身环应该也有嘛，武力全开全大家一起玩嘛。那个感觉起来不需要什么没有过关要死掉问题，反正就是蛮好笑的这样子。那这些游戏其实以任天堂的做法，我觉得他们会比较多是全年龄向，那其实难度有时候真的还是蛮高的。例如说我刚刚讲马里奥奥德赛，如果你要拿到全部的星星，其实它难度非常高，甚至也不一定是每个人拿得到，但你入门的门槛其实是比较低，那所有人都可以同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应该是游戏的选择跟类型上不同啦，也没有一定的，我觉得没有一定的对错，就是看你怎么选择而已。那你是来观察为什么这一次悟空这个游戏会有这么多的讨论？其实我觉得更多还是因为在所谓华人市场不管中国、台湾、香港像这样子3A 等级的大作其实是非常少见的。这种 3A 它是怎么样？所以有 1A 等级、2A 等级、3A 等级这种。其实没有这样分，它并不是这样分。简单讲 3A， 其实大家有点，我这样说好，我们如果真要重申这条还是要重新说明，黑神悟空应该算是一个 3A 成功的大作。3A 要失败太简单了，因为 3A 其实并不是定义它游戏的等级，3A 是指它的钱多、人多、时间多。跟资源多，就投入的成本很高啊，这样听起来、那一般来说，你可能3A 大作我这样说好了，你投入这开发5年，我觉得都算短的。然后你烧个成本，我这样讲几亿台币，可能都是很便宜的价格，像。悟空好像几十亿台币，对，甚至有更高的状况。然后再来就是它的游戏开发时间很长嘛，你可能动辄就是3年5年。黑神话悟空其他开发时间从它出现到上市，其实不到5年时间。我只是觉得，甚至他们有先想要把游戏做出来，所以有些细节还没有打磨这么好。我觉得这其实也是一个取舍，因为如果真的要他们这个规模要做完全跟前面讲的黑魂类游戏跟法玩游戏比，可能如果再这样做，再花个3年5年，可能都不一定做得完。所以可能就是你投入很长的时间跟非常多的钱，然后出来一个游戏，但是玩没有成功就打水漂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个情况。而且我这样说好了，刚刚讲了一半说，其实为什么会讨论度那么高，是因为在华人圈的游戏很少这样子规模的。那我还是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应该说反过来说，就是尤其是我们讲台湾好，台湾3A 游戏到底能不能做？我是会觉得，如果你这样讲，应该是说这个形态不太会出现在台湾，并不是能不能做，只是不管是投资方，或者说你今天游戏开发厂商，你要这样子做这样子比例而已大制作游戏到底有没有必要性？因为我们如果这样讲好，这我们在录节目前2天才发生的事情，Sony 直接讲 Sony 好了，Sony 做8年的一个服务型游戏，他的游戏做了8年，花了38亿台币，然后上线2个礼拜就认赔杀出了，对，全部退款，直接停止营运。为什么它的成败的主要关键在哪里？当然，他们这个游戏还有所谓的政治正确的问题啊，就是他们的角色这样讲，就是角色很丑嘛，他们要讲性平，讲二元化的性别，我还是要说二元化性别包含的性平，包含的 LGBTQ， 我个人是支持的，对，这本来要多样化，但是我要说。你要推这样子的政治正确的游戏，不代表每个都丑跟鬼一样吧？这还是一个问题。我还是觉得这对于玩家而言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刷底不好玩，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它的游戏更多是为了要之后要做我们所谓的营运型服务型游戏，是它这个游戏可能要经营往后经营1年、2年、3年，它更多的内容是要靠后续的更新，例如有新的地图、新的角色。那除了买游戏的费用之外，你可能它之后还是要卖什么所谓角色皮肤、角色外形、新角色去做这样会有获利的动作。那他们这样子3A游戏大作真的是花了8年做出来打水漂，如果是一般的公司，他们经得起这样子的很可怕，我觉得没有办法想象。而且我们如果说以黑神话悟空这样游戏的制作规模来讲，我其实觉得尤其是他们是相对啦游科他们还是一个比较新的公司，虽然他们有之前开发的经验，但之前大部分是在手游跟网游。那其实黑神话悟空我们有讲这样子的规模游戏，如果最不好的情况下，其实并不是卖不好，而是它如果卖得好，但是没有到很多的情况，这其实是很危险的状况。卖得好，但是没有办法赚钱。举例来说，现在是卖到1000万套嘛，但他如果卖了100万套，如果卡在这边呢，他到底要不要做续作？投资者会不会吸引他们做下一座？其实还是最危险的。因为听起来100万也不少啦。对，但是我100万可能，也许你加上宣发费用，你可能没办法打平你的开发成本。然后甚至更重要的是，你今天后续的游戏开发跟长远更新，不管是更新，不管是营运，然后游戏的营运都是。那台湾之前也是很多，其实老实讲，台湾非常多优秀的游戏，包含像之前我不管说不管是赤足的工作室，包含我们更早
的话，你像轩辕剑嘛，像仙剑，其实都是这样子非常有名的游戏。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看适不适合的状况啦。就如果大家现在是用听的话呢，我不晓得口气听不听得出来，我也是就是很多狐疑跟尽量想要进入到这个世界。如果是用看的话呢，应该可以帮我下一个那个效果，就是满头问号这样子。不过我最起码能够很明显的感觉到，我从小的时候我们那种红白机要插卡带的那种任天堂，一直到现在那个游戏的进展啊，那不可同日而语，然后它的精致度，那有一说其实游戏跟科技之间，科技的进步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甚至科技的进步背后游戏是推手，有扮演到这样的程度。我觉得会啊，因为其实就是游戏的表现力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那我甚至觉得最近在尤其这几年，其实游戏这个产业或者这样载体，其实对很多游戏制作人，他们其实认为游戏是新的一个艺术创作模式，或者说我们这样说好，现在游戏跟电影的中间的那条界限其实越来越模糊了。那更多我觉得现在你如果看有些游戏，可能你让说它可能是更像是一个互动型的游戏跟电影，它就是一个 IP， 然后我把这个 IP 拿来拍电影，同时这个 IP 也放在游戏里头。应该说这是延伸的部分。那我甚至觉得游戏它的特性，它本来就是希望把它的要做电影，但是没办法满足它，然后才去做游戏。像我学生时代有玩过那个什么恶灵古堡，现在恶灵古堡也还是很好，还是很好，所以它也是同样的概念嘛。因为恶灵古堡像是电影这种，大家就看了好几集了。这个其实它是反正是游戏红之后再出电影然后有些其实应该说恶灵古堡，我觉得其实在近代你会觉得它的越来越像电影这件事情的，甚至很多游戏他们在游戏中就会强调他们的运镜是用电影方式的运镜。所以这样的进步是鸡生蛋蛋生鸡，是哪个推动哪个在进步？我觉得是互相进步的。因为过去你想想看红白机的时代，大部分我们要靠脑补去想象这个女主角有多正，然后这个画面有多美好。但是现在就是货真价实，它画面其实你有时候你不说它是游戏，你可能不知道它是假的画面，或者说渲染出来的画面。那以这次黑神话悟空而言的话，我觉得更重要其实今天讲一半，游戏难度很高嘛，但它其实同时吸引人的就是它的非常非常优异的美术的效果。甚至我如果真的这样讲，我们就包含你看一些游戏同行或者我们自己来看，其实它应该今年是很有机会拿到最佳游戏，至少美术设计我会觉得很有可能夺冠，是一点都不意外。然后包含这样都游戏中的剧情，因为它是魔改自西游记的西游记，然后还有一些像外传作品悟空传之类的作品的魔改。每一个游戏后面都会有一个故事，对不对？有点像是西游记的后传，甚至你其实扮演的，严格来说我们就太多剧透我们不要讲，其实你扮演的并不是悟空。你今天其实他们剧情是这样，就是你在西游记已经取完经之后，简单来说朝廷那个天庭觉得悟空你如果不当官，你没有被列管的话，会是一个威胁。所以最后才把他害死，然后他们所谓的就是他身体他的魂魄分成6块，散落到各地，然后你的主角就是把各部分拿回来。所以其实这是相对来讲它是一个比较绝望的故事。其实就很多就是根本就是天庭的阴谋，跟他觉得你就来当我们天庭的神，你可以长生不老，你为什么我给你好处，但是你就听我的话。对，因为他其实就是说我今天悟空在取完就是取西经结束之后，他不想要当神，他只是想要回花果山做他的侯大王就好了，就是养老放心中。然后他觉得他就是能力那么强，你不当神，不给我们管，会出一些问题。这就是游戏的一开始，那也是我们东方人就是比较熟悉的一个剧情。是，所以这个部分算是我觉得相辅相成吧。然后当然技术力的这个部分提升，我觉得当然是非常有感觉啊。例如以前的角色的手指头就不是一根一根的，一个方块状的。那当然后来就是画质更好，你可以更容易沉浸在画面中。所以你玩游戏有时候玩一玩，有些突然停下来，它随时每个画面都是像桌布一样的表现效果。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好的东西，好玩好看，然后这个东西对大家而言都是一个视觉上冲击。在技术上面提升呢，我记得以前小的时候玩游戏可能常会碰到一个状况，就是它一直在转圈圈嘛，然后忽然就是卡住，存档又存不下去什么的，反正就是会有各种奇怪的事情发生。其实这个会有这个像甚至我
发现一个状况，就是黑神话悟空起来啊，包含台湾、中国很多，他们为了黑神话悟空去买新电脑。对，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这样子，因为一个游戏的需求，玩家的需要可能会带动后面的产业必须要去支撑，例如说它的显卡、它的运算能力、它的音效什么之类的，这些都会带动后面整个产业就是一个系统性的发展或一个系统性的进步嘛。都会啦，这个部分我还要细分化分，就是家用主机，像是 PS5 啊、Xbox， 然后再来就是 PC， 然后当然这就是如果有部分情况有一点区分啦，像 PS5 跟所谓的 Xbox， 它价格其实相对比较低廉，比较容易入门。他们的性能或者说更新就是一波一波的。那对于我们如果说对于像是不管是辉达，不管是 Intel， 不管是 AMD， 他们相对是比较大单跟长远的。那但现在近年来其实一个新的趋势就是电脑，我们说家用个人电脑也越来越多就是高性能游戏的消费者啦。那这几年就是不管是这样讲，我不是很喜欢讲这个东西，就是包含 AI 的技术的应用，很多都出现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游戏部分我觉得本来就占了一个很大的，因为游戏的出现，所以才有这样的需求，然后带动后面科技的发展。其实是这样子吗？这不应该都是同时啦，同时发生的。那我只能说这是一个结果论，因为我们如果往前推10年、20年，其实电脑上你要玩到高画质的游戏，其实它的成本代价比较高，因为家用主机拿来玩游戏的市场是相对比较少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如果要玩游戏，你就是买 PS2， 你买 PS3， 你买那时候的 GameCube， 或者买 Sega Saturn， 那时候画质比较好，很适合玩游戏嘛。那但是近年来因为有电脑的性能越来越高，那你如果要高画质跟更好的享受，你反而是在用买个人电脑的部分。当然近年来就包含像是 AI 运算的崛起啊，包含前几年非常疯挖矿嘛，这样子运算力，包含辉达AMD 他们显卡其实都有这样子的成长的一个趋势。那我觉得这都是就是应该相辅相成吧。那性能也到了，有一厂商也会开始着力在电脑上，电脑性能、电脑游戏上面发展。那电脑上面有游戏大作，消费者又会开始掏钱在你的电脑上面琢磨这部分有多一点，我可以在上面玩更好画质的游戏，做更多的应用，这都是啊。这因果关系，如果我们今天以辉达来做一个例子，大家可能会比较容易觉得能够理解啦，或比较觉得亲切一点嘛。辉达它反正原来刚开始就是做显卡的，显卡就是要显示嘛，所以跟游戏之间关联，例如游戏要顺畅，跑得要顺畅，那个算力要够强，让它跑得够快或什么之类的。动作不会这样子一动一动的，就是需要靠显卡，是这个意思。其实甚至早期我们所谓像家用主机啊，像如果讲 Sega Saturn， 或者是说像刚刚讲的 PS5， 其实他们很面显卡很多就是美商超微跟辉达的显卡在里面。对，只是他们因为当初游戏市场相对比较小，所以他们会专门出特制版的硬体给所谓的像 Sony 啊、Xbox 啊，然后像 Sega 这些厂商。那当然后来也会有出给电脑用的显示卡这样子的情况。那在技术上面怎么样的跳跃，一步一步进到现在变成 AI 最关键技术，也会在辉达手上。其实这是技术部分是应该说刚好比较适合的一个发展方向。因为我们如果以电脑来讲，最主要的运算其实当初就是 CPU， 其实最重要的是 CPU， 就所谓中央处理器。对，但中央处理器的算法比较，我这样讲不是很贴切的算法。中央处理器会更适合是处理一个很大的题目。那在显示卡或所谓的这种 3D 加速卡3D 加速卡这个名字好老，不如我年纪了。现在没有人在用 3D 加速卡了。像这种显卡，它其实里面是非常非常多的小处理器，然后来处理很多小的工程或是运算量。所以它一个是它本来专门用来做绘图部分的效果 ，3D 绘图的一个运算，所以我们才说以前叫 3D 加速卡嘛。那后来是因为它里面就是成千上百个小运算单元，那非常适合拿来做 AI 的运算，因为 AI 做法就是它不是问你一个很大的问题，它是问你成千上万甚至成千万的小问题去做训练，所以会非常适合拿来做这样子运算。当初其实挖矿也是一样的应用啦，这样子一个发展状况吧。只是没有意料到之后的发展会。其实当然他们都会说有预料到，但是我也觉得这是时代上的进步，因为可能包含像说如果真的往前推CPU 能不能做多核心，能不能做最适合 AI 运算，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例如像我们如果近代的话，苹果的处理器就会比较偏向于他们更多做 APU、NPU 上运算，但这个事情可能就在显卡上面，我们说老黄可能比较聪明，就先想到这一块，他们推出他们的CUDA 的运算包含软硬体的运算方案，那拿来做科学运算。那当初也是为了要做科学运算嘛，那你要说那时候用来做 AI 吗？用来做挖矿，我也觉得是这无限超有柳橙汁，也不知道
可能这个就是后话吧。我老黄押对这个宝，可能是这样讲。可是就这脉络上来看，其实还是有一点脉络可循的啦。对，因为他们其实运算的模式跟方式是接近的。本来就是这种多非常高数量的小运算核心，所以你很适合拿来跑 3D 运算，所以你很适合拿来跑科学运算，然后又很适合拿来做挖矿，然后现在又可以适合拿来做包含说大数据 AI 的运算，所以他们会包含的像说当然我们消费级就是用 RTX 这种就是游戏，我们说游戏或消费型显卡嘛。对。那如果高阶的话，他们还有运算卡，甚至还有像是 H100 那种专门针对科学运算跟大量运算做的，他们要算显卡嘛，我都觉得是算一个计算单元吧。对，甚至好像 DGX 那种运算工作上，这其实都是他们的显卡去做延伸的一个工作。所以实际上消费市场有感觉，对于这些比较新的科技有感觉，然后也愿意花钱出来买，可能就是透过游戏这样的一个途径。然后等到消费者在这个游戏里面呢，感受到了这种各方面的刺激，技术更高的时候，都会对于技术层面的要求就会更高。就我就说，它就变成一个雪球互相滚动的效果跟带动啦。互相滚动没有错啦，不过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要说游戏部分的比例，可能稍微占了低一点点啦，因为这个就是消费者到市场到底大不大，大到足以影响市场嘛。那其实如果真的要说辉达这几年其实还是在科学运算、在挖矿、在 AI 运算上，他们占的比例会更大一点。这也是就是风头上，你看马斯克一动不动给你买个几百万，不是几百万元哦，几百万台。对，然后你要每个做 AI 运算就大量去做军备的购入。那这当然也是我还是要说消费用、科学计算用跟商业用，这是同时进行的。因为很简单的道理，东西其实大同小异，他们的运算单元是一样啦。就是你如果我们以前常常说的，就是绘图显示卡跟游戏显示卡有什么差别呢？其实大部分是在价格跟名字不一样。对，当然规模会比较多，可能我们都讲不是很恰当了。你可能绘图晶片就是拿4片游戏晶片拼在一起，那你可能大型的运算晶片里面就是那可能是里面几十片一般的绘图晶片会再拼在一起，但对于辉达而言的话，他们开发其实是一样的。那当然我如果在计算单元有更好的产品，那我的消费性产品可能会好的，那我们也推出新一代的 RTX 的显示卡让消费者选购。那包含是入门款的性能也会越来越好。那因为说实在的，就是这个部分还是会有一个但书，就是高阶性能游戏性能它还是要花不少钱去买对，但是因为他们整体进步，那你如果入门的话，对消费者的话，以黑神话悟空而言的话，我们以前如果买我自己的显卡，当然我跟我女朋友都说这是因为工作用的，如果要买高阶显卡嘛。因为我如果花6万块给他买一张，我因为我一张显卡花6万块，我如果说是拿来玩游戏，它会打断我的腿。对，可是你游戏打到一个程度，能够拿出来这样跟大家聊，对不对？是专业的不一样啊。但是入门款如果是4060，你就是笔电就2-3万块就可以了。对，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听到吗？如果你是小朋友在读书的时候，记得跟你爸说是要做 3D 运算用的。你爸可能还不一定听得懂你在讲什么。重点跟你妈说，你妈听不懂就好。听不懂是说就做功课要用了，你要做 3D 运算了，所以要买这个。对，然后其实只是因为玩游戏比较顺。有一个题目一直在很多人都在问说，台湾为什么做不出来，或台湾有没有必要要做出来？不过你刚刚已经讲到这种3A 等级游戏，其实资本是最主要的关键了。你觉得就算是你觉得台湾适不适合？如果台湾不适合，在游戏产业当中，以台湾目前的优势，比较适合的位置是什么？我这样说好了，我还是会觉得，如果真的要说到底台湾不是做不到，会比较是不适合，或者说它比较没有它的条件去产生有这样的结果3A 的游戏。因为其实我们如果真的要看这次的黑神话悟空这有个先天问题，就是它的题材到底能不能适用在全球。对，因为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归这个游戏到底销售量能不能大的问题。那是背后它的文化力有没有办法是全球对全球都共同的语言。其实这一次因为黑神话悟空因为它真的太红了，所以它其实游戏甚至欧美都在夯。对，有很多梗图就发现外国人他们游戏玩家在很努力的看《西游记》的原著小说，因为他们没有完全沉浸在里面。对，那我们其实这跟我们之前玩战神游戏有没有看北欧神话是差不多一样的感觉，因为我们的代入感的确是低了一点。对，那因为如果说我们这样这点
我倒觉得台湾不是做不到，只是说如果我们的基础消费者你在中国推出黑神话悟空，那中国的消费者就是他们的潜在客户，对，他们的市场就是这么多。那全球有没有机会？有，但是你就要扣除掉语言问题跟你的背景文化问题，那这个会是相对的考量点。那如果以台湾来讲，我们甚至以前的一些游戏题材，我会觉得这个还是分两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个实力、有这个能力、有这个题材，那要做商业游戏大作行不行？可以了，那你能不能做到是看你的投资方有没有找到投资方去投入的事情。那如果我们前面讲，举例来说，我们讲之前可能比较知名的赤足的返校好了，返校的议题是228的议题，那对台湾民众也是非常有感，而且它的恐怖游戏代入感非常重。但它如果今天放到全球的话，可能大家就不了解背后的历史脉络了。那这个变成它销售上会有先天的一个限制。对。然后我们如果说一个比较不恰当的就是并不是说台湾做不出来或是不能做，而是它不太会有商业游戏的产生。商业其实只是代表它投入资源多寡。很简单，如果你今天台湾首富例如郭董，他出个商业游戏有没有办法？可以，他可以出郭董大晋级。因为商业游戏你只要符合钱多人多时间多，可以出一个郭董动算的游戏。但他有办法回收到他的开发成本，甚至到赚的比例嘛。这就是我会觉得这可能还是这个先天原因的情况。就是商业考量是很实际的。对，那这点还是说，我觉得不是真的说真的不是做不到。那台湾有比较具有优势的，让我们在游戏产业当中可以扮一个比较适合的位置，你觉得会是什么？其实台湾人才我觉得人才还是相对比较重要的。对，台湾其实当然有时候人会说比较不好的，就是台湾，你知道这个梗图就是欧美有什么大游大作嘛，然后中国现在有黑神话悟空，我有看到这个台湾做博弈，对麻将什么3缺1之类的那种。等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我们如果只要正面一点，他们不放博弈的，他们放什么？放手游代工嘛，对不对？但是认真说，你做手游不对吗？为什么游戏厂商很多厂商做手游？黑神话悟空他现在卖多少钱？我举例来说，好，你如果说我记得开卖，抱歉金额我有点忘记了，反正他的开卖金额非常非常亮眼，首周就超过多少钱？你知道他们首周的金额可能比不上 Candy Crush 一天的营业。手游的一天哦，Candy Crush 可能比较退流行，不好意思，我没有 diss Candy Crush， 是你刚刚讲这么多游戏当中唯一一个我玩过的，而且它其实是全球氪金获利最高游戏之一哦。抱歉，我刚刚讲错，抱歉，我没有任何不敬的意思。但是最近比较有名的是米哈游，一样中国厂商，他做原神嘛，他们一天的氪金就已经超过黑神话悟空1周销售量。因为这是消费者喜欢掏钱，或是说我们其实更多在游戏科学黑神话悟空，如果我们以同行我自己的角度来讲，我更佩服的是他们制作这个 3A 大作，而且他们没有卖任何内购的游戏，内购的东西，他就是卖断嘛。他没有卖一个，我今天花个什么100块，我还可以得到一个什么宝物之类的。举例来说，我能不能把悟空角色皮换成4师妹，对不对？很多游戏是这样打擦边球，他服装要收钱哦，他并不是赚这个快钱的模式。其实我更认真我更佩服，其实是或者说我们说。游戏科学我们要佩服它，其实是做大游戏的这个魄力，他的企图心啦，执行力。对。不过就我自己的工作比较多，会注意到之前他们的游戏产业被政策打压的很厉害的那一块，但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个题目啦。这也是另外一个题目啦，这也是有趣。这个可能就说比较远，因为其实黑神话悟空我们也是觉得应该是他们政府单位有多开了一些开了一些方便上面，因为他们题材其实在过去在中国上也是比较不好出现的题材。对，这也是认真说。不过还是回来看，你觉得台湾在游戏产业当中还是有可以发挥的地方？我觉得其实开发就是人力就是人的资源，不管城市开发或是其实很多故事撰写，其实还是有非常非常多人才的这部分制作啦。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有非常多的好游戏，包含手游，包含的独立工作室游戏都有。然后甚至也有一些就是比较长远在推这叫做这样3A 游戏计划的公司啦。我觉得还是有，但是他们也是辛苦啦。对啊，这是我更多是觉得他们是辛苦的事情。所以还是希望给大家更多鼓励啦，好像不要别人做一个什么东西就都买。好，今天非常谢谢阿辉，真的是听了很多，然后我觉得对我来说需要好好消化吸收一样。因为对啊，回去打开买了 PS5 开始玩吧。
对，电脑也可以啊。从玩游戏开始，对不对？很棒啊，不错啊。对，好，你自己有自己的频道，所以大家如果在网络上想要了解相关题目更多的话，可以直接找廖阿辉就知道了。我已经干掉那个阿辉鳝鱼面了，所以搜寻廖阿辉或者阿辉都可以。然后你最近关注的点反而是就是科技业 Apple 要出新机的这个比较你最近关注的点。我主要还是在手机这部分啊，游戏就是相对就是对为了玩游戏的地方。下次科技产品有什么我们觉得特别有兴趣的，再请你过来跟我们聊一聊。没问题啊。新闻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在每个礼拜2、5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欢迎有没有这样的方式聊新闻，可以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我们5星评价。那我们现在也有粉专有 IG， 所以有任何想法都欢迎回馈给我们。同时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联络方式一样，我们会留在节目资讯栏。再次感谢阿辉，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时间。我们礼拜5空中再会，拜拜。